你们方才所言，皆算不得大事。大事是，朕没钱，南征的钱粮动不得，遭了灾的州县，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。还有一桩大事，北面那条大河。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，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。可是下游的州县，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，岁岁农田荒弃，民人死伤。赵相公与朕讲史，自汉以来，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。治不得大河，何以成正朔？所以说，哎呀，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？可以有。你说什么？臣言，钱可以有，却不是用来迁都。陛下欲屯河田，钱可以有；陛下欲治大河，钱亦可以有；陛下若迁都，钱一文没有。司马普，军前奏对，仔细施仪。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？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，较之输粮于汴州，每10斤粮食要多出3斤的损耗。自5代以来，朝廷穷怕了，舍不得这3斤的粮食。陛下基业承自5代，比不得大唐盛世。咱们小门户过日子，宜俭不宜奢。穷人，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。司马普，莫要太过放肆。雪琴，你方才说，朕欲屯田治河，钱可以有。是。何由得知？陛下欲治河屯田，须颁诏天下，行虚外实中之策。司马普，休得妄言！四海未平，天下未定，虚外实中，非其时也。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，猝然更易，必致动摇社稷根基，需缓缓图之。你们让他把话说完。请接着说。诸位相公心知肚明，只是无人说破而已。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处窘迫？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，经节滥赋，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，实外而虚中，以至于朝廷想屯田、想练兵、想治大河，均难以为继。陛下若以三司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纳，自明罪起，咱们俄以定数，留之一城，予以地方，其余的押解回京师。不过3、5载，练兵屯田，乃至于修大河、讨四方，皆有余裕。天下节镇手握财权以自肥，这是200年来所积累的弊端，陛下岂会不知？如今四方节镇，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，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。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，平定天下。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，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，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。到时候1分钱收不上来，事小。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，坏了朝廷威信，乱了天下大局，必将引来奇祸。契丹尚在，南唐北汉建号不沉，吴越未归，此时削藩，非其时也。非其时也。好一个非其时也！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自中唐以来，历代的君王，朱全忠、李天下、石敬瑭、刘知远，还有前朝的太祖、世宗皇帝，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？以藩镇治藩镇，以节度讨节度，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。故而一代一代，皆是君为贼所逆，贼附而为君，世道轮回，往复无期。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，却以诛贼为故事，因循行之，还敢奢言以知太平，可笑啊！
笑。可笑。司马普此人，虽然脾气差了些，嘴也臭，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。旁人不敢言之事，他敢言；旁人不敢为之事，也许他敢为之。可知道如何去做，与真正着手去做，这不是一件事情。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。阿兄以臣弟所议之事，不妨让他去做。他在军中素无根基，如此狠厉手段，怕是不行。正因为如此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才不会瞻前顾后，为人情权势所阻啊！阿兄既有所略，何不招他独见，当面议之？大王、相公，稍后带老奴进去禀告。大王可知，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？陛下欲在枢密院副使同知之下设一新职，以待承之。新职？签书枢密院使。自今日起，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。决以功赏，职以能论。臣入职以来，寸功未立，才华不显。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幸进之门呢？非常之事，必赖非常之人。大王、相公，可进去议事了。先生请。藩镇之要，在于自掌兵权、财权、吏权、事权。诸权之中，以兵权为首。只要收了兵权，财权、吏权、事权皆可缓缓收之。这一篇削藩策，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。第一步，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，昭示朝野，或诛或处，继而治其衙部众属，取其兵众健壮者，以时进军三衙；老弱者，裁汰之。第二步，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，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统揽其事，逐次削之，恭顺者留，悖逆者诛。这第三步，收诸镇财权于三司，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，分事权于各州县。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。不错。有何不妥？国事岂能儿戏？陛下欲求大道，却是鬼域之行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，你尚知廉耻二字啊！陛下既然要削藩，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义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？如此朝廷大政，陛下却不能行以公信。不要说天下藩镇，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，又何能心服呢？司马普，不要不知好歹，凡事都有经有权，大话好说。要真做了实事，那必然有先有后，有易有难，先易后难，此乃世之常理也。笑话！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，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。现在又说起事之常理，若事事按事之常理，陈乔义中，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？司马普，你不要太放肆！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。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，欲创太平安定之势，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。魏征传有言：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。欲正人，先正己；欲削藩，
先治朝风，欲治前朝旧臣，先治故交旧物。近者尚不能理，况疏者乎？若先治了故交旧部，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，靠谁去削平？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？陛下如果行事以公，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？依先生所言，那5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，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？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，为何又要反李从珂？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，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？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，不曾见到天下太平。通篇入眼的皆是“入人以罪”4个字。太平之事，行政当清。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陛下若终结此事，欲把天下藩镇，欲使四海归于，欲治九州太平。如果靠杀人，是做不到的。司马迁的史书弄得比朕熟，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？前人或有不足，当陛下视之。凭什么？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。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，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。臣是太平之君的枢密承旨，做不得这乱世之贼的签书枢密院使。他眼里只有黄豆。随前方全兵觐见陛下。赵相公，陛下，他的罪拟定了吗？经两府合议，中武军节度使、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，违例约束，专杀降兵，擅开公堂，致群盗之充斥，以致在牢吊发，方获平宁，既命悬归，而衔冤之诉，日拥国门，称其隐没金银、西域、钱帛16万700余贯，又擅开丰德库，致失钱28万2000余贯。王全斌，听明白了吗？辜负生，罪该万死。万死能赎你的罪吗？当知何罪，两府可有所议？王某死罪，当以折刑，夷其族，妻女发卖于教坊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罪无可恕，死于朝然。陛下，陛下，唯愿陛下天恕国臣的家人及诸州。恕？
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数字？西蜀之地10几个州郡，叫你逼得降而复返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多少人死于盗左，多少人家财一空，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？朕今日若恕了你，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，又有谁来恕他们？以你之罪，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，朕便恕了你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讲。司马普，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。若以残民论，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。但臣想说的是，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，非王某一人之罪。若论有罪，今日帐下人人有罪。非止如此，200年来，历代君王、公卿、大臣、节镇、将校，人人有罪。哎，你是昏了头了，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200年之乱世，200年之滥杀，200年的兵子横行，200年之鱼肉百姓，200年之故事如此，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。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，今日杀了王某一族，臣无话可说。若陛下不能，臣纵万死，也要明奏君前。今日有罪者，非王某一人也。依儿所言，那朕也有罪了。陛下乘乱世之丧乱，以兵子而为天子，岂曰无罪？陛下，此乃狂言谤君，有大不敬之至，有司当论一罪。陛下，此辽咫尺剩余，无人陈礼，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朕自带兵以来，自问行事或有参差，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。以兵子而为天子，亦非朕之所愿。你以此罪朕，良心何安？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，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赏，可有陛下之心？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。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受国之垢，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为天下王。”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一人。那这帐中人人有罪，你自家也立于帐中，你也有罪吗？臣既生于乱世，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，岂可曰无罪？臣曾谏言陛下，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，而是这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200年的功罪轮回。欲消太平之事，当治太平之法。好，你告诉朕，何为太平之法？以王某之罪，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3章，也该死1万次了。自古
杀人义，诛心难。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，残民之举，陛下诛之，谓之正法。于承平之事，必有益于世道人心。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乱世杀人义，不杀难。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，削平藩镇，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。待陛下杀人杀惯了，带着满朝文武、朝野上下、天下黎庶，看陛下杀人杀惯了。杀人即为天下法，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，何在呀？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，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。臣生于乱世，曾为节帅募兵，现又立于朝堂之上，臣便是有罪之人。臣就此辞别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珍重。说与官家听。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事。快去禀报官家！快去禀报官家！
官家，官家，出事了，官家！赵相公，臣在。王莽的死罪，朕替他担了。陛下，朕承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，当酬九州民人以生生之事。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。则授崇义军节度，观察留后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